好来了吗？天窗没关吧？不好意思。哎呀，手臂好痒好痒，你帮我挠一下，这太痒。好痒好痒，帮我挠。练得好大呀！还好吧，就重庆就50吧。你平时练不练腿哇？应该是屁话多，走不走嘛？欢迎刘老板上我的节目，自己欢迎自己。我是刘一夫，一个从小在九招中长大的9·2代。你现在是属于是接你爸爸的产业嘛，对不对？也不算接吧，我觉得因为爸爸也还没有退休，先熟悉起来，然后我还有很多要学习的，所以怎么会突然想到去做账号的？一种转型吧，因为我之前也没有想到过。但我觉得以你的个性，不会答应拍的。对啊，因为我其实很矮，虽然很多我视频下面的粉丝都说越来越异了，越来越不像社恐的那种人设，但是其实我真的是比较社恐。你当初怎么答应拍的？其实也没有答应，这是我就克服了自己内心的一个恐惧吧。那个主意是谁提的呢？主意是我们之前有个合作方，他说你的形象啊，或者是你的本身的条件就比较适合去搞这种视频自媒体对。然后我说那我尝试一下吧，反正如果失败了，那就大不了不做嘛。但问题是，就是帅哥去拍这种东西，他可能关注的点都不在那个产品上面了呀，他可能就关注你。其实我没有觉得自己有多帅，只说实话。然后我就怕万一到时候标签给我定位是什么颜值博主什么的，我不想要这种东西。你不开心吗？我不会开心，应该会爽一下吧？就好歹是个颜值博主这样。颜值博主那么多，可能自己不会觉得太那个。所以第一条是去年拍的，去年9月份接近11的时候拍的吧。当时的反响是，反响就是比较官方那种，就夸你还不错是吗？也没有夸吧，更多的是，他们就会意识到说，你怎么会跳出来做视频什么的？对呀，我刷到也蛮震惊的。你刷的是当时那个第一条吗？我忘记哪一条了，反正就是看到你。今年的吗？还是什么时候？应该是去年看到的。去年。你们做那个账号的目的其实是为了卖酒，还是怎么样？我觉得更多的是进行一个宣发吧，因为我们这么多年以来，虽然是一个酒厂，但是做的都是一个比较幕后的东西，帮人代工的那种。对，代工，然后很多可能大家都不知道，市面上没有什么品牌力。所以你们现在想做自己品牌？其实一直都在做，那我觉得做好一件事情也挺不容易的。我们从父辈开始能坚持到现在，小的时候觉得他们做什么事情还是挺容易的，现在就觉得还是挺不容易的。所以你们有目标吗？就是说这个账号要做成什么样子？有一条视频我说账号点赞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形式到多少万，30万还是50万，我就带这个团队去阿尔卑斯旅游，瑞士。你们还有团队？就一个小团队了。快，缺人吗？来，几个人在那边搞这个账号？目前我们是有5个人。当时做账号就是敲定你来演，就没有考虑过找一个比如说网红啊。因为我还有个姐姐嘛，之前我跟我姐就说，要不要我们俩看谁比较合适。但我姐有小孩，所以她就觉得自己没有那么多时间找网红。我之前找过啊，网红都留不下来的。你如果把他捧红了，那还不如自己做。他就走了。对啊，你还不如自己做呢。之后还是自己的东西。所以你沉浸在里面了吗？现在没有。拍的时候还很痛苦。对，有些时候会一起想这个东西要怎么样去拍的有意思。你是觉得哪一部分对你来说真是太难了？演的部分，我演不出来。其实有些时候，就你觉得你没办法搞笑还是怎么？没办法搞笑。所以你现在人设是什么？视频里面的人设？其实就想保持一个真实的社恐人设，但是现在视频有些时候要有点反差，或者有点那个需要去搞怪啊。那你现在工作就是这个东西？只是一部分，还有一部分呢？那部分就是公司的管理吧。你以前是做什么的？我以前是上班族啊，自己找工作打工啊。我之前找的工作都没有任何一个这方面的。我以前不想做酒相关的。那你现在回到自己厂里面工作，应该会比较轻松吧？也不轻松，就是当成管理层之后，你肯定会给自己制定目标嘛，反而可能想的事情更多了。但你可以甩别人脸色吧？那可以。那你领工资吗？有领工资的。之前有一个
我们当地的那个媒媒体体也问过我这个问题，他们当时也采访我的时候说：“你领工资吗？”觉得看起来不像是领工资的，你应该不需要领了吧？没钱就爸爸妈妈这样。那还是要有一个制度嘛。那你以前上班的时候会问家里要钱吗？年轻的时候有过，但我觉得这个是必经之路吧。但是你上班不是自己有钱了吗？你还要问家里要钱是干嘛呢？就交房租？交房租啊，因为当时在上海嘛，上海那个物价那么高，都不够花的。你应该是有留过学的吧？有人会觉得你是韩国人吧？有啊，那小眼睛嘛，因为我之前眼睛更小，可能这2年整容了。所以从上海回来成都就一直在成都了，就没有出去过了。其实还是蛮想出去再读个书，或者是闯荡一下，因为可能大家都会有一个这种愿望吧，就是想要自己闯出一片天地。那你也可以在自己厂里面闯出一片天地啊，就是把现在的产业做大做强啊。对，这也是一种表现啊。有压力吗？有压力。你的压力来自哪里？就是要把品牌发扬出去，也不是品牌吧，我们公司能蒸蒸日上吧。如果你就维持现状，应该也可以安享晚年了吧？可以吧？但是我觉得人生不能安于现状，总想跳出现在去做点什么不一样的事情。就像为什么我开始做这个账号一样。那你当时为什么考虑要拍剧情类的？我觉得这也是能给大家看到我的一个比较多的一个性格的一个展现吧。但剧情就是演绎的呀，是比较偏演绎的，因为我想给大家有一种开心快乐的，不是想传播那种你上班就是那么闷闷不乐啊，很一板一眼坐在那儿的感觉。我看你们的视频都是以你为主哎，以我为主啊。对，但是我没有看见过你们那个产品，很少出来。我们现在就没有说想要特别的去营销产品，所以你只负责演。我更多的是想不演，给真实的自己，就是真实状态表达的那种诉说感。所以社恐真的是你的真实的性格，内心会比较社恐。你让我跟陌生人讲话，那种状态不叫社恐，我觉得只是一种你能不能具有这种正常沟通的社交属性吧。但是你如果以后要接管那个场子的话，肯定是不能社恐的。对啊，不能社恐啊。我觉得社恐没什么不好的，是一种本色嘛。你一直拥有这个本色，其实蛮好的呀。所以你希望以后账号的你是不社恐的？也可以社恐，但是就看拍什么东西。所以你属于是养成系的博主，是不是？我觉得是。几年之后，希望看我的人还是最早关注我的这批人。所以朋友刷到你的视频都是什么评价？都说你怎么会做账号？现在拍的还习惯吗？因为平时他们可能感觉我话也比较少，但我觉得你还是活泼的呀。我是能聊的，主要是看内容。除了管理，然后拍视频，然后其他时间呢？就我自己的课余时间。就课余时间去健身。健身是我保持了这么多年的一个习惯和爱好吧。我觉得这么多年一个人能坚持这么多年的一个习惯很不容易。所以你现在脱掉衣服，我是会尖叫的，对不对？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可能你见的，我就怕你见的帅哥太多了。你要摸腹肌嘛，我的胸还是可以的。腹肌呢？腹肌最近有点，哇，很硬哎。对，还凑合啊，好了，还凑合。你应该是很注重自己的仪容仪表的吧？会吧，因为毕竟每天都要见人嘛。你见客户也是穿这种吗？见客户会穿的素一点。我的意思是你会穿西装吗？不会，因为我们酒厂嘛，都需要正装。正装就是有会议啊，或者是那种大型活动的时候会穿西装。你可以演那种非常夸张的吗？演不了，目前演不了。以后说不准。说不准，因为你那个要很打开自己。那你们为什么不开直播带货呢？就没有必要。对我账号来说也是个损耗。为什么是损耗呢？我不太喜欢这种太急功近利的感觉。但是你最终目的不就是卖酒吗？不一样吧？我觉得需要先跟大家成为朋友。我有一期视频我说，你们来成都，我也可以带粉丝去吃好吃的呀，或者是我们喝酒啊什么的，品酒嘛。你酒品是好的吗？是，喝完就睡。哦，就是不会乱说话那种。对，喝完就睡。所以你们家现在就是酒，是白酒、啤酒和果酒。对，果酒是刚上线的，就是针对年轻人的。果酒跟啤酒都是针对年轻人。对，白酒嘛，也希望年轻人能喝。我们已经在做简化了，就是把白酒的度数降低，做了一款29度的白酒，是一种新的尝试吧。因为年轻人不想喝，口感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是度数太高了。所以这个事情你参与到多少？
果酒吗？对啊，我研发，我主导，我定价，什么都是在参与。什么时候会上市呢？已经上市了。啊，已经上市了。好了，那我们这一期就到这边结束了。打个板。好，拜拜，好，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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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